这是位于叙利亚西南部以色列东北部的戈兰高地。在戈兰高地的北端有一座海拔高达2814米的黑门山，在这里向东俯视，可以看到距离60公里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而向西看则可以看到距离66公里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同样，向南看也能看到以色列北部的港口城市海法。也就是说，站在这黑门山上就能居高临下地监视着戈兰高地周边地区的一举一动。如此优越的战略要地，自然就成了历来兵家的必争之地。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戈兰高地的主权落在了叙利亚手里。直到1967年的第3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强占了这片土地，同时还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以及黎巴嫩的设巴农场。对于以色列这种非法的强占行为，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抗议，要求以色列立刻归还土地。当然，以色列也非常的清楚，在中东建国就已经让阿拉伯人非常不满了，若真的强占了这些土地，那么未来恐怕永无安宁之日。于是，为了换取和平，以色列归还了大部分土地，却唯独没有归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难道这以色列根本没打算与叙利亚和解？还是说，这戈兰高地除了战略价值高外，还有什么能让以色列眼馋的东西？其实看地图就能发现，整个中东几乎全部被沙漠覆盖，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放眼望去，能看到湖面的地方并不多，而靠近以色列的似乎就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这片死海。之所以称之为死海，主要是因为这死海的水并非可使用的淡水，而是比海水含盐度都要高数倍的咸水。不过，注入死海的河流却是一条无比珍贵的淡水河，也就是这条被以色列称为母亲河的约旦河。而沿着约旦河继续往上，便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泰巴列湖。泰巴列湖又称加利利海，长约21公里，宽约13公里，面积约166平方公里，储水量高达30到40亿立方米。对于中东这个水资源比石油都贵的地方来说，这泰巴列湖庞大的淡水资源无疑是一笔让人眼馋的巨额财富。利用这泰巴列湖，以色列不仅将淡水输送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还将南部严重缺水的沙漠地带变成了生机盎然的种植基地。可想而知，这泰巴列湖对于以色列该有多重要。然而，这泰巴列湖的淡水偏偏全部来自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更有意思的是，这戈兰高地的年降水量远远高于中东其他地区，达到了惊人的700至1000毫升。由于强烈的海拔落差，降到高地上的雨水会顺着这些裂缝流入泰巴列湖，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水资源。当然，这泰巴列湖最大的淡水来源依然是这条蜿蜒的约旦河。可顺着约旦河一路向北，就会发现这约旦河的源头竟然同样来自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没错，就是这座可将各国一举一动尽收眼底的黑门山。也就是说，以色列一直用着人家的水，现在又占了人家的地，确实太不厚道了。相反的，一旦戈兰高地被叙利亚收回，那这以色列的用水问题就得受制于叙利亚。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迟迟不愿归还戈兰高地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先前的5次中东战争，包括现在的巴以冲突、叙以冲突等等，实际上都跟这水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